2020年才上映的动画《侵略者》原作在上个月正式完结了。《侵略者》就是《天降之物》完结之后，水无月松老师继续在月刊少年 ACE 上连载的漫画作品。动画实际只演到了漫画的第37话的前半部分，漫画共有82话。在动画完结之后的剧情是，主角团一行人继续向王宫进发，结果主角团刚到城里，天上世界的女王就遭到了刺杀，总司令被诬陷，好不容易逃脱，告诉了主角他们3大将之一的咪咪也叛变了，让主角团他们想办法帮忙夺回政权。主角等人因此被卷进了政治斗争之中。主角团在被追杀的时候，主角当年杀死的哥哥石峰突然出现，他不仅没有死，还帮主角杀了弄伤女主的追兵。反转，石峰直接砍伤了男主，从男主的手上抢走了4个黑球和女主，逃往了地上的世界。正如动画里讲过的，地上世界其实还是存在的，只是因为物资短缺，有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开始互相抢夺，有的人则牺牲自己去给另一部分人留下生存空间。动画里出现过的这个 A 班的学生们，就是为了给地上的人多留一点生存物资，全体自杀了。反转，之前被数字清零后传送到地面上的女机械师，靠着内衣降落伞成功的活了下来。在她的帮助下，造出了飞机，帮助石峰夺走了黑球，发动了议会。石峰打算让天上世界的粮食无条件的供给给地上，并且取消了核武器的限制，用核威慑来威胁天上的势力。石峰有了这样的力量后，发动了对天上世界的侵略战争，掠夺物资。为了阻止石峰用核武器，又因为战力上能打败石峰的眼下只有男主。在女主被石峰放回到天上后，为了女主，男主被军队说服，担任起了军部的领导，与石峰谈判。反转，然而天上的军部高层领导根本不需要借助男主的武力，他们早就利用女主的妈妈研制了可以量产鸡醉王的药。他们找男主就是为了说服石峰放弃核威慑，而男主一说服石峰，男主就被特务部队的人给控制了。而特务部队的领导其实就是男主身边喜欢小林的那个佩雷，他也是鸡醉王，能力是读心。而石峰那边一通过了不再使用核武器的议会后，立马就被反派派去的人注射了听话药物，不杀死挚爱之人，他就不会恢复理智。反转，然而佩雷其实是双面卧底，表面上是背叛了男主，但实际上却告诉了男主大反派掌握了特务部，并且知道了现在突然出现的这些 A 班学生都是克隆人，避免未来男主对他们心软。而故事里的大反派修梅尔曼投币点赞给视频来了一个素质3连，并发现了佩雷和鸡醉王远远都叛变了自己，就派出了 A 班的克隆人追杀他们。好在男主带人及时赶到，救下了他们。在这之后，男2号那个眼镜男带着自己的部队打进了城堡，打败了叛军咪咪眼。反转，眼镜男竟然让咪咪眼继续成为自己的手下，由眼镜男继任国家领导。原来咪咪眼也是假装杀人，其实公主和3大将都没有被他杀死，只是为了演给修梅尔曼看的。最终在众人协助下，反派修梅尔曼所在的特务部和男主及军部众人展开了大决战。反转，前面的故事里面出现的修梅尔曼其实都是冒牌货，真正的幕后黑手是动画里出现过给男主注射药物的菲莲达，他拥有可以变成任何人的能力，还造了 A 班的克隆人及修梅尔曼的克隆人。他是因爱生恨，嫉妒着男主又得不到爱，于是他开始报复世界。好在女主在大决战途中让七七帮他去往了一次过去，女主把他妈妈后来研制出来可以量产鸡醉王的药物带去给了过去的 A 班同学，使得他们没有为了粮食问题而自杀，他们只是躲了起来。而克隆人 A 班同学最终还是被真 A 班同学们给打败，被洗脑的石峰也被克隆人里面的妹子所救，恢复了正常。最终几人同心协力击败了菲莲达。反转，其实修梅尔曼并没有死，大家按照地址找到了最初上课的教室，看到了活着的修梅尔曼。原来修梅尔曼在这300年间一直在研制可以量产的转基因核苗，为世人填饱肚子做出了贡献，但他还是选择让男主杀了他，因为他觉得让世界统一没有战争，必须要有一个必要的恶来吸引仇恨。但最终在男主众人的嘴炮之下，修梅尔曼心满意足的召唤出了神灵，
仅毁灭了这个黑球和这个议会的东西，消除了议会数字这些影响的因素后，休美尔曼的生命力也因此走到了尽头。最后，天上的世界也降落到了地上，有了禾苗，大家再也不用为了温饱开始打架了，世界恢复了和平。过了3年圆圆这俩鸡嘴王开了个牧场，还有了孩子，男主和女主也生了一个孩子。以上就是侵略者的完结剧情。这个故事里面前前后后美化剧情都有反转，所以如果各位真的感兴趣，建议赶紧去追一下漫画看看，这个故事真的相当精彩。各位有什么看法与想法，赶紧到评论区里与我们分享吧。如果你要让我推荐萌妹子们萌萌哒的日常生活番剧，那我首推的肯定是这部《黄金拼图》。这部讲述留学英国的女主后来带着 CP 回日本上学的萌萌哒的日常故事，在软百合番中首屈一指。该作的原作是由原优一老师于2010年在方文社的 Manga Time Kilala Max 上连载的4格漫画作品。原老师还出过一部很出名的动漫，叫做《若叶女孩》，也被动画化过。不过若叶女孩原作只出了1卷就完结了，而黄金拼图的原作一直连载到了2021年才正式完结。该作漫画正篇故事到20年共出了11卷单行本，后来又出了一个完结后的番外篇黄金拼图 Best Wishes， 一共就只出了1卷。这一部应该算是为21年8月出的黄金拼图的剧场版做的宣传。黄金拼图正篇的故事最后按照日本的老传统演到了5个女主角高中毕业，举行了毕业仪式，唱了校歌。第一女主大公认说想要来点扔学院帽的这种仪式感，于是主角团的隐藏老六松原穗乃花把假发给带了过来，大家扔假发庆祝了自己高中毕业了。之后女主又去了英国，带去了很多高中时候的照片，贴了满墙都是，说是作为美好回忆的拼图，算是为作品名点了题，也算是为密集恐惧症带去了福音。正篇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接在之后黄金拼图的 Best Wishes 里，女主大公认和爱丽丝去了英国念大学，女主依旧像初中时那样住在爱丽丝家，而小鹿宁和杨子两人合租住在了一起。九条可怜还经常来小鹿宁他们这串门，顺带吐槽小鹿宁他俩的新婚生活。九条可怜则是好不容易通过了考试，能上大学了，把喜欢九条的那个九世桥老师开心的都哭了。后来女主和爱丽丝又回了日本一趟，主角团一行人相约旅行去了日本各种有名的景点。之后他们一行人又回到了学校，看望了一下高中的老师，顺带重温了一下高中的座位以及座位上的睡意。最后大家提议写了一个时间胶囊，留下回忆的话语，然后大家把话语折成了纸飞机放飞了出去。大家聊着要去大学参观的事情之后，全篇故事落下了帷幕。其实最后一个剧场版黄金拼图 Thank You 就是补全完结篇里面故事的内容的，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自己找找看一下。好了，各位觉得这样的故事结尾怎么样呢？你对黄金拼图这部作品还有什么想法和看法呢？赶紧到评论区里留言告诉我们吧。各位还记得2017年播映的《恋爱静止的世界》吗？该作已于今年1月份正式完结。《恋爱静止的世界》是由Musao老师于2014年在讲谈社旗下的手机漫画软件 Manga Box 上连载的作品，全篇故事共288话，出了12卷单行本。动画的最后一集其实只演到了漫画的第118话的前后，剧情演到了男主跟国家送他的法定未婚妻女2号亲了嘴之后，剧情就戛然而止了。但实际上之后女1号男主的初恋和女2号男主包分配的未婚妻展开了跟男主感情线的拉锯战。几位各种亲嘴之后，终于好基友看不下去了，他主动跟男主疏远了距离，因为好基友也喜欢男主，他是真的怕男主觉得他恶心，所以想跟男主保持距离。结果男主一再追问之下，好基友终于爆出了实情，并对男主说，你就算跟我是好朋友，但你也不可能会跟好朋友亲嘴的，对不对？男主一想，哎呀，这说的有道理啊，于是男主就对好基友嘴对嘴的亲了起来，亲完还说，哎，你看喜欢就亲咯，好朋友之间有啥好怕的呢？好家伙，这男主属于是被这俩女主给亲的脑子麻了吧。不过后来在女2号的开解之下，男主终于明白好基友的喜欢是个什么意思了，于是他找了个机会跟好基友道歉，说明了自己之前的误会，但是他只想跟好基友做朋友，不能回应基友的爱情，因为他已经有了喜欢的人。最终两位好兄弟抱在了一起，彻底分了手，连朋友都不算了。所以在这之后，女2号和女1号又开始为男主的感情拉扯了起来。后面这100多话简单总结就是，
全是谜语人，只知道女一号瞒了男主什么，但是就是不说清楚真相是什么，直到260话真相才浮出水面。原来男主本来是根本收不到政府分配的老婆的，因为他根本活不到16岁。男主其实有显性致死基因，到16岁能活下来的可能性只有 0.44%。女主恰好相反，她的基因是可以培育出更优良才能后代的基因，所以被政府秘密通知会与其他更优良的基因的人配对，但对象的年龄可能会偏大，一般人可能会拒绝这个计划。但女主为了救男主，选择跟政府做了交易，救治男主，然后她去跟自己不喜欢的男人结婚。最后男主确实活了下来，但女主也不能跟男主在一起。闺蜜最后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女二号和男主，因为闺蜜想让女主这种虐恋情深的感情有一个终点啊。这里插一句啊，女主下定决心救男主的另一个原因是来源于她的家庭。女主父母就是从小认识自由恋爱结的婚，本来女主很憧憬这种婚姻，结果她妈妈后来婚内出轨，出轨对象竟然就是之前政府准备分配给她妈妈的对象，所以女主也不信自由恋爱的人走到一起就一定是幸福的。但问题是，女一号对男主的感情陷得太深，女二号对男主的爱也十分的深，所以最后男主终于下定了决心要与女一号再见一面，然后女一号也很客气，直接就跳了崖，好在被男主及时赶到救下了但没有完全救下，好在两个人都没有摔死。最终在男主的一顿嘴炮之下，女一号从病娇的状态下有所好转，两人最终冰释前嫌成了一对。后来男主回去跟女二号坦白自己还是喜欢女一号，惹哭了女二号。几年后男女主高中毕业，男主抱住了女一号，送出了结婚戒指，两人最终幸福的成了一对。你是不是看到这里很生气？那么好的女二号就不要了吗？没有关系，这个作者其实在这一部分是弄了一个2个版本的双结局，前面那个是女一号美笑篇的结局，另一个女二号的莉莉奈篇是同样的场景下，男主把要掉下悬崖的女一号给救了上来，女一号出于嫉妒逐渐病娇化的时候，在男主的嘴炮下最终清醒，男主甩了女一号，女一号也认清了自己是强加给别人的包袱，从自我的负罪感中解脱了出来。之后这两人回去了以后，女一号跟闺蜜诉说了自己释怀的事情，而男主也深情与女二号相拥。跟前一个结局不同的是，这个结局里讲了5年之后，男主与女二号走进了教堂，好基友和女一号都参加了婚礼，男主和女二号最终幸福的走到了一起。那么问题来了，你喜欢哪个版本的结局呢？还有各位，你对这样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和想法呢？赶紧到评论区里告诉我们吧。超能力女儿是一部我超级喜欢的搞笑动漫作品，该作是由大武正夫老师于2010年在角川旗下的 Flows 杂志上连载的作品，于2020年正式完结。18年4月的时候，该作正式被 TV 化，共12集，但动画最后一集才演到了漫画的第47话，漫画实际共100话。从48话开始，故事已经是动画时间线的3年之后了。3个超能力女主中，第一女主雏已经升上了高中，然后一如既往的干出了超越学生思想的事情，搞得老师很崩溃。这名正言顺的说上学就是来吃饭的，也是没有谁了。小天使杏子则是被正式领养，养父母本来准备关店带着杏子过享福的生活，但杏子怕附近的人再也吃不到他们家正宗的拉面了，所以下定决心过苦日子给二老挣钱。于是杏子自己开了一个地摊，干起了路边摊卖拉面的日子小天使就是小天使而真旭则是陪着光头哥和山本京在日本开了50多家气功馆，后来挣钱挣得良心不安，于是真旭这几个人跟拿他们当摇钱树的老和尚闹了一顿。最后山本京在真旭的帮助下得到了日本气功店的管理，把店铺打理成了健身店，也算是让真旭过上了小富足的生活。但最牛逼的当属雏当初的同学小童。小童在动画的第10集的时候，不是到处打工，连他妈妈都认可他去工作了吗？漫画里变本加厉。后来小童上了比雏要好的高中，职场上又因为能力突出成了公司的总裁。然后小童的老爸被裁员了，小童为了让老爸幸福，直接给自己的老爸开了后门，弄到了自己的公司里来。结果就看到了老爸各种为了保工作给自己献媚的样子。小童本来对大人都绝望了，但是本作的主角新田因为一个白道上的生意正好与小童竞争，新田最终靠努力赢得了竞标，这让小童变得开始憧憬起了新田。
这两个人关系真的不是隔壁家女儿那么简单。后来从未来又来了一个超能力小男孩，他在山本经乐队解散后，邀请山本经和其他主要角色聚到了一起，告诉大家未来就是在小童财团的鼎力支持下，山本经创造了超能力组织，并创造了除他们这些超能力者，还因为山本经的原因导致超能力者和政府打的内战。所以小男孩从未来被派来就是为了改变过去，让山本经重新去玩摇滚乐，好让未来恢复和平。但除了小童以外，大家好像都有点事不关己的状态。小童一看这祸害世界的事情还有自己参与，第二天他就故意向媒体报了自己的黑历史，辞了工作跑到美国度假去了。结果度假期间，因为小童出口成脏的英语，硬是说服了俩通信行业的大佬，成立了一个新型科技公司，让小童成了 CEO。对了，关于小童英语各种带脏话的缘由，动画里是跳过了。其实小童在酒吧打工的时候，被一个日本黑中介给骗了，以为是去美国参加英语补习班，结果却参与了美国佣兵的训练营。2周的时间里，这里的人硬是把小童练的英语句句带脏话，还把小童练成了神枪手。就是靠着这样的英语能力，小童在美国打出了一片天地。小童一边做着 CEO， 一边让班长手捧个平板，方便他远程上课。老师都崩溃了这算什么？捧着个遗像来上课吗？不过小童发现事情越来越朝着之前看到的未来的方向发展了，就跑来找男主新田帮忙。新田起初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童神发动了人脉和超能力，最终小童让从不低头的黑道大哥向童神卑躬屈膝，愿意辅佐改变未来。而这时候未来的新田扔来了影像，告诉新田如果不改变未来，他心爱的湖会全部被打碎，如果改变未来，自己才能实现颐养天年。而这个改变了的未来的影像里顺带说了一句，厨可能59岁还在做家里蹲玩着游戏，但这却激发了厨的斗志。为了能实现未来也能在家里玩游戏玩一辈子的愿望，厨努力的去学起了吉他当然还是不分上课下课的那种。不过这一段跨到了教室外面弹吉他是真的有够朋克的。后来厨硬拖着小天使和真绪组起了乐团，并在童神和新田的帮助下办起了音乐节，让山本经实现了梦想，进行了一次超有视觉冲击的摇滚乐演出，改变了未来的走向。不过这中间童神也发现了自己利用权贵压迫别人的错误之处。后来在新田面前，童神终于展现了自己柔弱的一面，两人和好如初，但厨一语道破，童喜欢男主新田。最后则是发生在这段故事的2年之后，小厨考上了一个游戏开发专科学校，为自己玩游戏的梦想而努力。童神为了能回归校园生活，花大价钱投资了大学的 AI 和 5G 领域，让自己终于又可以上学了。杏子则跟男主借了钱，重新在附近开了拉面店，而真绪则当了演员，跟山田经他们出席演出。似乎这两人的关系并不一般。最后男主新田的黑道大哥想找机会跟儿子说话，就利用厨打了一个语音电话，结果黑道大哥的儿子直接向厨告了白，厨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总之最后就约了个地点，黑道大哥如愿以偿的与自己的儿子有了聊天的机会，但感觉他们俩的关系完蛋了。但厨为此感到高兴，说自己长大了，有人喜欢了，一边叫着新田爸爸，一边撒着娇。全篇故事到此完结。好了，以上就是超能力女儿的大致完结剧情。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搞笑的日常故事，推荐大家有空的时候去补一补漫画。那么各位觉得这样的结局如何呢？喜不喜欢呢？赶紧在评论区里说说你的看法吧。